这个题的时候，听说他整你特别有套路是吧？对。讲讲给大家听听吧啊。就我俩在一起吧，有一次我们骑单车，我把手机给摔了，然后我重新去买了一个新手机，但是他不让我用那个新手机。因为我觉得这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他做事情就是这样，什么都做不好，然后这样把东西摔坏，然后又要花钱去修，我觉得很不划算。但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然后他不让我用那个新手机，他就非得让我用他就是初中时候用的那种只能发短信和接电话的那一种。让你用多久？用了1周。算是惩罚是吗？对，我觉得一天都特别难受，因为我在微信里面有固定的客户，他们找我的话，我也不能第一时间回复他们，然后出门打个车，我习惯的就微信嘛，不带现金。然后那次打车也是，下车给车费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不行，就特尴尬。他就当我是骗子嘛，我就觉得我特别不能接受。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准备好了现金再出门啊？就不会这么尴尬。这事情是你们安排好的好吗？但是我觉得你直接给我一个老年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经常在家里就是把东西乱放，经常什么这个东西放到卧室去，那个东西又拿到客厅来。有一次就是他出门的时候要卷头发嘛，就把卷发棒又放在卫生间了，然后我就罚他做了1个月的清洁，然后他很不乐意。就让我每天就是这1个月的清洁都我承包了，因为我俩做家务就是划分好的，然后那1个月的清洁都是由我来做，平时1周擦1次的桌子。非得我每天擦，就惩罚你是吧？对，就我觉得没必要吧这事儿，他就直接就，哎，我得给你一点惩罚任务，让你得长一个教训。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你们最好讲讲那些老鼠的事儿啊。我觉得我看那个的时候，我就想，那个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无语。就有一天早上我找衣服的时候，打开那个衣柜，就里面黑乎乎的一团东西，我定眼一看，就我最怕的老鼠。我当时就吓得嗷嗷，直接冲进客厅这叫了，就真的整个人就崩溃了，对不对？对，很接受不了，就哭了。他循着声音就出来，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说你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就进去把那个老鼠又拿到我面前，再次吓我。我当时我好不容易就是好一点的情绪，他又这样，我就觉得这人开玩笑就没有一个。那是活鼠还是死鼠？死的就模型，但是我那个死的活的已经不重要了。是，我知道。反正被吓住了。你是的原因，你跟大家说说是为什么？一个臭小子，我都不知道他脑子是怎么想的。因为有一次是在外面吃饭，然后后厨里面就跑出来一只老鼠嘛，然后他吓得哇哇大叫，这肯定了。整个饭店的人都把我们这一桌看着，当时那好尴尬。那有什么尴尬的？但是那怕老鼠又不是我能，就是我自己怕本身怕的东西。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是特怕老鼠，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窨井盖里面就窜出来一只老鼠嘛，吓得大叫，然后就往后跑，然后后面就是马路，就差点被车撞了，这样挺危险的。而且我也是买的模型，也不是真的老鼠，就是为了提升一下他的胆量。他老是就是他要训练你，对，不怕老鼠。对，就因为这件事情嘛，然后他还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口红给扔地上了。因为就那件事情过后，他就扔了我枕头，他本来要去上班的也不去了，然后朝我扔了东西过后，我就把口红扔了，因为我也想让他体会一下都当着别人的面，然后被扔东西的感觉，让他感受一下，才扔的他口红，然后后来也买给他的。它是个软的东西，它既伤不着你，它也不造成什么损失。但我口红我花钱买的，我觉得乱扔东西不是一个好习惯。整个他的一个朋友就是说劝说在一起挺久了嘛，说再遇到一个不容易，然后就劝我们2个和好。好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后面就是慢慢的又开始出现这种对我很严厉。他爱做什么就非得拉着我和他一起做，他爱做那些极限运动，他就一定得拉着我和他一起去做。但是我胆量一直就特别小嘛，他就笑我说我独立性不够强，太娇气了。因为他平时也缺乏运动，他经常就躺在家里睡觉，也不出门。然后我就想，我做运动的时候就带上他，让他自己锻炼锻炼，出来走走。你是怎么锻炼他的？你跟大家说。就带他出来玩啊，去爬爬山啊。他就是到处带我玩了之后，这件事我必须得讲。就我们有一次爬山，我的脚给崴了，当时特别疼，站不起来。然后他不仅他自己不来扶我，他朋友想来扶我，他拦着他朋友说就得让我自己站起来，就是得培养我的独立性。我当时特别无语委屈，就觉得好丢脸。我一女生就坐在那里，我找的就是男朋友，你好歹得第一时间关心我，就是疼不疼，把我扶起来再说吧。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平时就缺乏运动嘛，然后走同样一条路，我们几个人都没事，就他一个人脚崴了。
然后我觉得他也不能这么娇气脚尾了，也得自己走啊。然后我就叫他自己起来，让他自己独立一点儿。这样的事还不止一件，就我下楼溜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只狗特别可爱，我就想去摸它嘛，然后被它咬了一口。被狗咬了？对，被咬了，我就打电话马上让它下来，它就给我带了个创可贴给我贴着了，被狗咬了。我觉得基本常识这都没有，后面去打针都是我。那也是因为他手贱啊，流浪狗在下面好好的，去逗人家干嘛呀？不是你逗不逗他？他打针打疫苗你不知道吗？你拿个创可贴。打针他也不陪我，我就特别对他失望。我找到哪里是男朋友，比我爸管我那会儿都严格。我爸至少还会关心我、照顾我，但是你看他这样，他根本就是不关心我，让我觉得很心寒。经常就是对我不管不问的那种感觉。哪有你不管不问啊？上次去西藏旅行，我还给你买了飞机票回去呢。他买的飞机票是让我返程的飞机票。就年初的时候，我们和朋友一起约定，就是去那个西藏玩。我平时比较爱赖床，然后那一次也赖了一会儿，然后他就一直念我，我就很生气嘛，和他吵了起来。他就直接改签机票，让我一个人回来了。他一个人就和朋友在那边玩。你要睡觉自己回家睡多舒服啊！就出来干嘛呀？出来本就是玩的。你知道我一个人在飞机上是什么心情吗？我觉得特别孤独，而且特别委屈。就你不觉得这事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还直接把我遣送回来了。你说你困呐，我就让你回家睡啊。哎，有些人上高原就是高原反应，就是困呐，臭小子。他每天睡到很久，睡到下午才起床。那我就是睡不醒，我高原反应怎么了？你不照顾我吗？而且每一次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我可以改一改，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你这样就是上纲上线的给我，就是非得明列的出来一些惩罚。啊。就我们在一起都快3年了，然后我们父母也说，就是在一起挺久的呢，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然后安排这些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然后后面我父母就是因为这个，你父母才不喜欢我的。就因为你做事情都做不好，什么都安排不好，什么都需要我帮你。他也不来帮我做，他就事后在那边马后炮一样，就哎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就怪你。我父母对你不满意，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爸妈是觉得就是我一个女生忙前忙后订酒店，然后招待，然后最后送他们走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去送的，他就觉得这男生就把我看得不重要，然后就不是特别喜欢嘛。对啊，我在干嘛？我叫他选酒店、选吃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父母是从外边来的吧？那你为什么不选？他了解他父母一点，选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然后订一个他们喜欢的餐厅，然后所以就交给他来办，不是我自己不愿意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去送机？送机是因为我跟他两个吵架，因为他父母自己不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就我老是觉得和他在一起这么久哈，就老是觉得就很小的事情，他要么惩罚我，而且我觉得。至不至于嘛？我现在就是觉得他完全把我看得不重要，所以就特别想分了。我觉得我对他挺好，他还想分手，我真的很不能理解，我也特委屈啊。所以今天谁要来呢？我想分手，但是他不同意，他就一直说他是为我好嘛，然后又说我俩在一起那么久又不容易，本来就是为了你好。你看嘛，就是这样，怎么能不着急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说这小伙子脑洞可真大，但是我这样捉弄他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我是为了帮助他成为更完美的人才这样做的。我仅代表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说，小伙子，恋爱不是这么谈的，但是应该怎么谈，应该怎么对待女孩子，这个关系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听听老师们的看法好吗？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俊。我貌美如花，还能赚钱养家，打得了老鼠，抓得住青蛙，安排得了饭局，摆平得了爹妈，逗得了野狗，还得按时回家。我坚强、勇敢、独立、自主。你觉得这样的女朋友你满意吗？满意。非常好，但是我要你干什么呢？我是那么的完美。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自己做得到，我不需要男朋友啊。当我孤独害怕的时候，我可以坚强；当我遇到野狗的时候，我可以独立。我要你干什么呢？男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训练我的吗？是用来教育我的吗？不是，是用来陪伴，用来依赖，用来彼此携手的。我就真的是闻所未闻，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男孩会拿老鼠去吓唬自己的女朋友，大半夜的剪我的头发，我想到这个画面就会觉得毛骨悚然。你帮我，我用得着你帮吗？我要想剪头发，我自己不会剪啊。我觉得就是跟你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打开衣柜里面会有什么，毛毛虫、屎壳郎。所以你在想些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做你的，你可以喜欢你的极限运动，你可以去你的青藏高原，都可以。我做我的，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就是会怕老鼠啊。现场就这些阿姨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问问他们怕不怕老鼠？怕吧？就我跟你说，看见老鼠都跟踩了老鼠尾巴似的，哎呀，滋啦滋啦那种。这有什么好训练的？我是为了让他胆子大一点，不是为了捉弄他。你胆子大不了，而且我就胆儿这么小，你不用练我，我爹妈都不练我，我胆儿就这么小。我就是因为胆小害怕，我需要一个男朋友保护我、爱我就够了。你不用训练我，不用改变我，不用要求我，只需要爱我。所以我其实根本就不想讨论你们之间的情感问题，我想讨论的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有你的性格，以及你未来和你未来的女朋友如何相处。是他，亦或者是他，是他，是他，都不能这样对待人家，明白了吗？记住了吗？我会慢慢换种方式的。哎，不用换，改掉它，不用，不用，你就做好你自己。记住我的话，不要再换一种方式了，明白了吗？哎呀，我可怕我没说明白。好了，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刚才女生说她像爸爸，我觉得比我爸还严吧，我爸对我挺严。你爸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想说，一个爸爸他再严厉，也不会干他这样的惩罚的事情。你刚才说我是为他好，所以我要惩罚他。女朋友怕老鼠，你就去买个老鼠模型来吓他，而且目的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胆量。但是他这种害怕是天生的，就像我天生恐高，你再怎么锻炼我，这是练不出来的。如果我爱人这样折腾我，那我肯定被折腾成心脏病。还有他被狗狗咬了，你竟然给他贴一块创可贴，我原来还认为你就是生活常识缺乏，但刚才你的回答，小伙子，让我非常寒心。你说谁让你手贱呢？手贱了我就该死了。但是被咬了也不一定会感染狂犬病毒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感染的可能性很大。被狗狗咬了必须打疫苗，你还侥幸？可能，万一呢？万一狂犬病了呢？我真的被你感觉到有点愤怒了。小伙子，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是常识，这是规律，没有办法的。没有像你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改变改造一个人的，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的强人所难，他已经心生疲惫，他已经心生厌倦，他已经心生惧怕。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能够走在一起，这是缘分，这是爱情，这就需要是好好珍惜，相互尊重，而不是像你这样的去折磨对方。刚才女生说她觉得你像父亲一样严厉，甚至你委屈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为他着想才会这样的。为了他着想。嗯。你知道中国有个词语叫做将心比心吗？知不知道？那你说说将心比心是什么意思？要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他的。那你站过他的角度？就用好这60秒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一直对你还是很喜欢，就像各位老师说的这样，我愿意去改变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舍不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会慢慢用其他方式跟你在一起。真的还是很喜欢你，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继续走？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就一直因为舍不得嘛，然后让我很纠结、很彷徨。因为你一直也说是为我好，但我自己其实已经觉得这不是为我好了。现在我很想再重新跟你在一起，开始我们的生活。看你愿意吗？你想一想，好吧？你给我一下时间，让我仔细思考一下，就认认真真想一下我们俩之间的这个问题。好。女生为什么放一个这个？因为她也不是特别喜欢吃榴莲，一般她都不会碰那个东西。我就想让她试一试，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我要求你去做，你心里面开心吗？你乐意吗？来，男生，就这个是搓衣板。我跟他恋爱的时候，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为了说，我如果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跪搓衣板，就想表达这个意思，然后才送给他的。那你跪过吗？没有。谈了3年恋爱，你从来没错过，这事儿不是很奇怪吗？好了，谢谢2位的分享，请回吧。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最后的选择，请看。没事儿啊，在这个层面当中，大家看到了你对女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我相信你以前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对吧？通过今天的节目有意识之后修正一下就好了，好吧？谢谢你能来，请回。啊，谢谢，谢谢各位老师。